一个食堂。音乐食堂吗？就是边吃边聊一些你音乐相关的东西。可以。有3首歌在音频混在了一块，你猜一下有哪几首，然后我们就顺着这几首聊一聊你当时的一些创作的一些背景呀，然后小知识呀，还有你想分享给我们的小故事。可以。我只听到2首，普通的人生跟那个普通的不普通人生和那个晨光里不是晨光那个那个尚未知道的美丽。再听一会儿。等一下。风之海。因为普通到不普通人生和那个尚未知道的美丽这2首歌，其实大家已经知道嘛，就是它其实是同一个旋律，然后但是做出2个不同的样貌来。我这张专辑编曲其实大部分都是我直接去棚里面，就是我就跟郑楠说，我说我们来棚里就是来做那个 demo 小样，然后我也没发东西。他说那你先发我一个东西呗。我说我没有，我都是碎片，完整的在我脑子里。我就直接去棚里面定，就我们自己来现做一个 demo， 因为我觉得就是那样，我觉得效率比较高，因为可以现交流嘛。其实最早我们做第1版是尚未知道的美丽，它就是一个慢版的一个歌，然后呢我们在弄的时候就开始编曲嘛，然后一开始我们先做一个大概的一个编曲来编一下，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歌，然后感受这个旋律，然后编着我就觉得感觉好像可以做一个不一样的风格。我就突然就提出我说南哥，我们是不是要试着来做一个我没玩过的风格，然后因为我觉得那个旋律线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很适合，然后把所有的和弦变一下，转换一下，然后弹一些变化和弦，对，级数差不多，但是可以变化一下。然后我们就试着把速度提快，然后弹一些比较 funk 的一些东西，对，然后就发现真的很搭，然后我说决定了，这首歌要出2版。但是我觉得这2首歌，它的其实在音乐性上来说，变化太大了。光这个歌词其实我们讨论了很久，就是要不要把它做成2首歌，但是同一版词。但我觉得那个就不对，然后我们就后来决定要做一个快版的时候，然后那个快版呢，我又重新写了一段旋律，然后它的节奏上是有一些区别的，然后旋律上也有一些区别，一点点区别，但很少。然后我就决定要重新填2版词，对。然后这2首歌其中都有2个不同的 bridge， 就是所谓的桥，普通到不同人生是说唱嘛，然后那个尚未知道美丽是一段旋律，一段大合唱的旋律。这2段大概是现写的，这2段其实在棚里面现写的，大概也就1-2分钟吧，就很快。因为当时唱到这个写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得有一个桥，然后要不然它推不起来。然后就觉得那就现写一段吧，然后就临时就编了一段，因为要根据旋律来去定它到底应该什么形式来展现，然后觉得这段旋律的旋律线可能更适合比如说一堆像女生或者小孩子的声音来去唱。那个女生声音其实是我来唱的，一大半是我，然后中间会穿插了一点点，找了一个合音老师来去穿插了一点唱一点，但主要还是我的声音。每次唱女生的声音如果纯女生来唱的话，我觉得它不够柔，因为女生的音色对于那个旋律来说它会太厚实了，因为对于女生来说她声音不高，声音不高的话她就会压着唱，那个音色就会很厚的话，我觉得就没有那种飘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想要的不是通透，要的是飘，就是让它很虚，然后但是很飘，因为那样才会有那种那种叫什么，就是有点类似于童话色彩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呢还是只能由我的声音来录，然后来去，因为那个对我来说是高的嘛，然后那我就会用很虚的声音来唱，然后这样就会听起来会更童话般一些。但是女生来唱的话，她就不会用假声啊，她能够得到那个，对，她能够得到，
所以那样就没有童话感，就会像在唱歌一样。我不想要那种唱歌的感觉，对。然后我就觉得要把这2版区分开嘛，那1版就是乐队版的，然后有那个很 funk 的一些东西，带点摇滚的色彩。然后另一版我觉得就可以是那种交响乐的那种童话世界的版本。然后呢，我觉得童话世界的话最适合就是交响。因为它是尚未知道的美丽嘛，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还有很多的色彩是我们没看到的，所以我想给大家带来一个那种更彩色的一个世界，童话世界。不光是用了那个弦乐啊、交响乐啊，然后为了突出这个童话感，其实还用了一些三味线。三味线就是日本的那个一个弹的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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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然后这个因为三味线这个乐器，其实在我眼里它是很好听的。我很喜欢这个乐器的音色，因为它很适合跟人声走同一个旋律，所以叠在一块就会听起来很有童真的那种感觉，然后而且又很简单，就有一种单纯的感觉，对，单纯这个词可能会比较像，对，因为它很简单，然后还用了一个音色就是比较特殊一点，就是太鼓，那个鼓就是咚咚咚大啪，就是那样。就那个，他是那个太鼓，就是那个太鼓达人，对，太鼓达人的那个太鼓，对，用的是太鼓的音色。然后那个太鼓呢，就会区别于其他的鼓，它听起来就是很脆，为了凸显那个单纯的那个感觉，就或者那种更清晰的清新的感觉，对，所以就用了太鼓。因为架子鼓它太猛了，它的鼓你怎么调那个军鼓的音色，我觉得都不对。我们当时试这个鼓试了好多音色。后来我突然想，我说那要不试一下用太鼓，然后我们就找了好多个太鼓的音色，然后把它叠在一块，然后觉得这个调出来了一个，最后找到一个太鼓的音色，然后我们通过那个调那个太鼓的那个频率，然后把它调出了一个我们觉得很满意的一个太鼓音色。对，这两个音色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突然有一个灵感，就是觉得想写一个浪漫的歌曲。那其实在我眼里面，所谓的浪漫在我的心里是彩色的，它不是一个灰白的，要不然它怎么会是浪漫的？对，然后浪漫我觉得是各种颜色，比如说彩虹，各式各样的烟花、花海，然后碧海蓝天，就是这些在我眼里面它是一个浪漫的颜色，所以我在写风之海的时候，其实我用了很多元素是用那种浪漫的感觉。对，23年的时候不是开了一整年巡演，然后那也是我第一次开巡演了，一整年的巡演，然后我觉得每天跟歌迷见面，然后感觉还挺浪漫的，所以我就想说写一个拥有浪漫色彩的一个歌曲，然后再加上想要计划做那个日出演唱会，所以我觉得我就幻想大家在海边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清新的感觉，就是会有那种微风吹在脸上的那种感觉。用了一个风的感觉，其实是有2个因素，因为风是动态的嘛，风会让大自然是流动的，对，所以你会在风之海的歌里面听到海浪的声音，海浪就是风吹的海浪，它是流动的，所以你就会感受到风的感觉。然后如果我在耳机里，如果我在音乐里加风的音色的话，你会听得会很奇怪，因为会有点阴森，会有点害怕，所以我们就觉得不能用风的音色，得用别的方式来去表现这个画面感。所以那个有海的声音，有那个风铃的声音，对，所以从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它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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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进来就有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其实很像风铃的声音，然后就让你听起来就会觉得像那个。就是你能感受到那个微风吹到脸上的那种感觉，对，要这样的画面感。有一个背景有一个音色，有点像以前的那种原住民的那种音，那个唱的一个哒哦哒啦哒哒哒哦哒啦，它这个音色，因为就是这个原住民那个感觉，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效果，也是因为它是哦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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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就是它这个就有点像跟那个海就那种海的那种流动性是很像，所以觉得这个就它这个声音就很像是海跟大海的那个流动感是一样的，对，就觉得很有意思。
有对，肯定有画面来写。为什么我会喜欢跟郑楠一起编，是因为我们会一起讨论。然后，比如说，如果他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他就会直接表现出来。如果我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我就会跟他，我们俩都会不断的相互探讨，然后看看能不能合适，能不能实现。对，然后再加上郑楠的那个他那个电脑里面的那个太多好玩的音色了，就是他就所以但我电脑里没有那些音色，所以我觉得找他是最快的速度。对，1万点暴击，我感觉好的，再接再厉。不是啊，我每天都做很多和音乐无关的事情。其实真的，我积累了很多东西，我换了个视角来看我自己，我理解了我自己，但是就是我觉得编曲算是作曲里面的二次创作，就是因为作曲的时候，其实我基本上旋律线是固定的嘛，旋律是固定的，然后和弦是固定的，所以就用了那些和弦，然后把旋律在里面，然后其实所有东西，包括速度啊，包括节奏型啊什么的，都是固定的。然后，但是我们会在这个基础上编曲的时候，编着，我们就会产生新的灵感。怪诞心理学那个 1 2 3 4，还有那个口哨声，它是一起出来的嘛？那个是我们现想的，也是在编曲的过程当中，突然觉得这个地方啪停下来。我说先加一个1 2 3 4，加了之后，然后他觉得可以，然后我们把那个段落给拆开，中间空4拍，1 2 3 4，然后试了一下之后，发现这个效果很好。因为这首歌为什么我会突然想加这个1 2 3 4，是因为这首歌它的速度，就是它的鼓的速度定的那个歌的速度很适合走路，就是你会有一个画面，就是他在走路，然后他比如说在街道上走路或在哪儿走路，他那个速度很适合走路，所以就很适合那种就是像军训似的那种 1 2 3，就是那种感觉。然后这么多人来堆的时候，就突然觉得那是我就觉得可以加个口哨，就是那种吹的那种哨子，和这个就会听起来有一种军训的感觉，然后就会那个点也是也是临时加的。对，创作的时候肯定就是把手机录音笔打开，然后放在钢琴上，然后我就直接开始写了，就是边弹钢琴然后边唱，但是瞎唱，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就唱各种旋律，然后跟着和弦，然后还有要不然就是和弦，比如说要不就是我坐在这儿，突然脑子里有一段旋律，就坐在钢琴上，把录音笔打开，然后我就开始去为我这段旋律去配它的和弦。这一个段落我弹完和弦之后，然后在弹完这一段之后，我下一段旋律新的旋律就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然后我就开始直接就去写下一段了，就直接就弹到下一段去了。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录音笔要打开嘛，就手机的那个录音笔，因为你打开的话，因为我怕我新的旋律想出来之后，我随时就我可能弹完这一遍我就忘记了，所以我要记下来。对，然后可能有运气好的话，我可能一次性一首歌就弹完了，就出来了，就是这样。温暖的房子前一半吧，一整个主歌，然后加上副歌也是一次性出来的，但是2个不同的时间段。然后我想这张专辑写的比较快的是《周色船》，不重逢写的也比较快。那个火焰啊，但是那个因为是命题作文嘛。对，因为火焰其实我写了10几版，我写了12个版本吧，好像是。我指的是12版是写了12首歌。但是我写了12首歌，就是它是每一个版本就是不同的一首歌，然后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可以否的了，然后我就否了之后我就再写一首新的，然后就这样，然后直到写了第12首就是火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歌是我心里想象的那个和平精英的样子，等于那首歌对我来说至少花了2天的时间，写了12个版本。2天写了12首？我记得2天是我在电脑上至少做了有5到6个小时啊。做了很久啊，5到6个小时写了12首，凡尔赛是吧？不过我觉得写歌很快，主要是你要写好的东西，我觉得要花时间。其实我写歌，我认真的坐在钢琴上写歌的这个时间是很短的，就是我每一次创作的时候都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灵感来了，我就会坐在钢琴上。然后大概也就
几分钟5、6分钟，或者是8分钟或10分钟，就是这个段落，就是我先把我自己想到这个段落先写出来，写出来之后我去延伸到下面一个段落嘛，其实也就2、3分钟的时间，我就弹，无限的去弹各种段落，然后弹完之后发现新的段落都不好，我其实就不弹了。然后那个钢琴我就不会继续不会坐在钢琴上了。所以其实我写歌速度就是很快的，就是10分钟，我如果卡壳了，我就不写了，我就去做别的事情去了。然后等到哪一天突然闲着无聊想再试一试，然后就试之后，然后几分钟，如果没感觉了 ，OK， 我也不试了。然后过个2天，如果我突然有感觉了，就一次性就出来了。所以写歌其实我真正坐在钢琴上的时间是很短的。就是灵感型的一个创作嘛。对，灵感。而且就是我记得你之前就说过，其实音乐不是你生活的全部。不是啊，我每天在做很多和音乐无关的事情。感觉其实你是那种就是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每一件和音乐没有关的事情的时候，都可能给你的音乐带来灵感的那种。对，是的。我24年之前最多的时间是用在打游戏上。成为了一名职业选手。对，因为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专注的好几个小时嘛。然后24年那一年到现在。这一整年多，我最多的事情是一个人在思考，就是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光思考。所以其实我做音乐是越来越少，然后光在动脑子，然后再去学习，就是学一些我未知的领域，然后去想了解。因为我在思考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一个逻辑上卡了一个壳，然后我想去了解，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权威性的一些验证，比如说历史，还有一些文明，然后了解每一个文明里面他们的传说。就我们中国有很多神话故事嘛，然后包括《山海经》这些，然后也会去了解。他们对生活的好奇心是很重的，也是很旺盛的，对知识的这种好奇心。对，就是想知道吧，对，所以。这是近1年来的主旋律是吧？对，这是这1年来的都在做的一件事情。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其实真的我积累了很多东西，然后一直在记录它，然后把我的想法和一些我觉得是世间的一些悖论，然后也会记录下来，然后把我认为的一些所谓的真理的东西也记录下来，推翻过，我推翻过很多次，我不是很多次，我觉得是我都数不清，无数次推翻了自己，我换了个视角来看我自己和看这个世界，对，所以当我转换视角之后，然后很多东西其实在我的认知里面，其实我理解它，我理解了我自己，但是换做我现在的话，我可能觉得，我不会再重复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发展过程，因为没有那个时候的我就不会有现在，对，还是一个因果关系嘛，对，那你最忘掉的蔬菜是什么？空心菜。不是，是一个谐音梗。你是我的菜。激发了他的意思，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我是你的菜。哇哦，也是忘不了了，其实，但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答案。是吗？我说对了。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对，类似这种啊。不是类似这种。哦，那你刚刚提到2个字。空心啊。不是。我不记得了。那相遇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让每一段相遇都能够被铭记到永久。好的，再接再厉。再接再厉。你和火星人玩躲猫猫，躲到了奥特曼模型里，但是很轻易的被发现了。你问为什么？火星人说了一句话，你猜是什么？盖亚。不是，和你有关。我和奥特曼躲猫猫。你和火星人躲猫猫。你躲到了奥特曼的模型里，但是火星人非常容易就发现你。相信光。对，和这个有关。火星人说了一句话，说晨光里有你。1万点暴击，我感觉1万点暴击。